要说现在当网红的流量密码是啥，擦边肯定算其中之一。裙子往上拉一拉，怕拉没拉开回家，丝袜颜色变一变，别墅建在河对面。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大众视野里的恒源祥，最近就因为旗下女主播的擦边营销火了。事情的起因是恒源祥直播间里一名女主播在穿着黑丝卖男装，试穿换衣的过程中，她并没有把观众当外人，而是在镜头前当场换衣，露出里面的灰色蕾丝吊带。展示羊毛衫不起球的时候，她还拿着刷子在衣服上来回刷，刷的位置刚好在胸部。与此同时，弹幕里也充斥着调侃的话语。女主播在回复弹幕时直言：“你们这些好色男人的钱是真好挣。”舆论发酵后，女主播立马公开道歉，顺便用高情商的话术引导大家关注恒源祥产品本身的质量。这算不算擦边？咱不做评价。但作为一个品牌故事 UP 主，吃瓜完毕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这越看越像是一场自导自演的反向营销，用舆论来获取流量。毕竟黑红也是红。想到这儿，不禁为恒源祥的堕落感到遗憾。作为中华老字号，恒源祥有着风光的历史，曾是全球最大的纯羊毛手编毛线生产企业。恒源祥羊羊羊的广告语火遍大江南北。但后来他却不思进取，和南极人、于兆林、北极绒组成了4大吊牌家族。结果贴牌就贴牌吧，作为贴牌鼻祖，他又贴不过南极人。这期品牌故事，咱们就来回忆一下中华老字号恒源祥是如何走向贴牌之路的。其实，在贴牌之前，恒源祥也曾认真做过产品。80、90后指不定还能从衣柜里翻出几件寄托了长辈们浓浓爱意的绝版恒源祥。那时候的恒源祥质量是真好，创业故事也是真励志。恒源祥的创始人叫做沈来洲，苏州人，出生于1894年，正值大清将要灭亡之际。在那混乱年代，即使生在江南富庶之地，他的生活也过得很艰难。于是14岁那年，沈来洲带着8块银元，坐船沿着苏州河一路向东，来到了上海谋生。他先在康阳杂货号做学徒职员多年，后又跑到英国人亨特生开办的德记洋行当跑街，各种脏活累活干了不少。直到1927年，打工近20年的他，终于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店铺。他给自己的店铺取名恒源祥，出自恒源百货原发千祥，主营绒线及与绒线相关的人造丝的批发门售。但让沈来洲有些失望的是，恒源祥虽然开起来了，但绒线生意并没有预期中那样顺利。因为在当时的上海，人们买绒线喜欢到一个叫做新盛街的地方，那条街相当于一个绒线批发市场，而他自己的店铺却远离批发中心。沈来洲下定决心，恒源祥一定要搬到新盛街去。此后几年，他继续发挥超能力，用好几根金条买下了新盛街附近几套房子。1935年初，装饰一新的恒源祥公记号绒线店开张了，一连3开间的门店，楼上还有仓库和账房，成为新盛街同行里门店最大的绒线店。但光是店铺大不行，他还想要更吸引人，比如霓虹灯招牌。影视飓风前段时间做过一期视频，里面详细介绍了霓虹灯的历史，其中提到霓虹灯招牌对吸引客流非常重要，鼎盛时期一个招牌能买1套房。当年霓虹灯刚传到上海没多久，沈来洲就用上了，他把霓虹灯从1楼装到3楼，整个店铺在灯光的映射下璀璨夺目，摆在玻璃柜台里的绒线也显得贵气逼人。此外，沈来洲还是个营销天才，他发现绒线作为舶来品，上海本地的大小姐不会编，于是聘请了绒线编织大师鲍国芳、冯秋平、黄培英等到恒源祥来做堂，专门教授绒线编织的技法，还花钱出版了冯秋平毛衣编织花样与技巧的书，在恒源祥殿堂里免费赠送。甚至为了扩大影响力，他还玩起了明星试穿。每次邀请明星之前，他先在电台做广告预热是哪个明星，在明星快要到的那几天，店里会挤满粉丝和记者，就连外边的街道都被围得水泄不通。根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著名演员周璇、白杨、上官云珠、竺水昭、徐玉兰、尹桂芳、童芷苓等都曾穿过他家的毛衣。这一系列的商业运作使恒源祥名声大噪，生意日益红火。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恒源祥已经拥有了7家工厂、3家店铺，并在25个行业中参股，成为上海滩赫赫有名的绒线大王。但这一切在特殊的历史进程下荡然无存。1956年，为响应公私合营政策，恒源祥一夜之间化身国营企业，产权关系的变化让恒源祥业务收缩，从之前的生产制造到售卖全产业链，转变成一家只卖绒线的商店。然后1966到1976的那10年，恒源祥遭到严重打压，
品牌名被禁止使用，强制要求改名为大海荣县商店。自此，曾经叱咤上海滩的恒源祥不复存在。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恒源祥的字号终于被允许重新启用，但也仅仅只保留了一家小门店，再无往日辉煌。如此走过将近10年，一个叫做刘瑞奇的男人突然到来，让恒源祥迎来了新的生命。刘瑞奇是上海人，曾先后在黄浦区下属的电器、百货等公司担任经理职务，而当时的恒源祥也属于黄浦区政府的资产。所以，作为黄浦区下属企业职工的刘瑞奇，顺理成章地在1987年被派到恒源祥商店担任总经理。上任恒源祥后，刘瑞奇大喜过望，他认为自己终于有机会施展拳脚了，他要重振恒源祥的雄风。为此，他不惜冒着被上级领导批评的风险，超预算重新装修了店铺，并打广告做活动，昭告全上海新的恒源祥来了。上任第2年，他又跑到工商局把恒源祥3个字注册为商标，借此重塑品牌形象。时间来到1991年，他主导成立了恒源祥荣县公司，然后做了2件改变恒源祥命运的事。首先，他不满足恒源祥只是个售卖荣县产品的商店，他要做大、做强、做全。但现实是，恒源祥连自己的工厂都没有。于是，他把恒源祥商标授权给了一家位于无锡藕塘镇的荣县厂，让代工厂来完成一切。条件是收取1半的利润。自此，恒源祥迈出了品牌授权的第一步，成为行业鼻祖，比南极人于兆林他们早了近20年。刘瑞奇把这种商业模式称为恒源祥联合体，即自己只负责品牌形象的打造和品牌授权，生产、加工、销售全部交给上游工厂和下游的加盟店。加盟商只要缴纳保证金，就能进入这个联合体，参与恒源祥品牌的生产销售。这样一来，恒源祥只需要干好一件事就行，那就是打造品牌形象。所以在1991年的下半年，一则让人闻风丧胆的广告横空出世。没错，就是那个15秒的恒源祥羊羊羊的广告。据说当年恒源祥很穷，没钱做长广告，只能用5秒的价格做5秒的广告。但电视台的广告最短播出时长是15秒，因此只能把5秒的广告播3遍。这也是为什么恒源祥羊羊羊的广告如此魔性洗脑。除此之外，刘瑞奇还想到了贴片广告。当年琼瑶剧《婉君》在上海台热播，恒源祥的广告在电视剧的片头、片尾与片中各插播1次。经过2个多月的电视传播，恒源祥品牌深入人心。1991年，恒源祥的营业额高达3000万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此后，尝到甜头的刘瑞奇把广告视如珍宝，连续10几年不间断地更新羊羊羊，连续洗脑了一代人。特别是2008年春节期间，为了强调恒源祥是北京2008奥运会赞助商这一身份，恒源祥拍摄了一支长达1分钟的广告。电视机上恒源祥 logo 和北京2008奥运会赞助商的画面静止不动，广告语由原来的恒源祥羊羊羊变成了恒源祥北京奥运会赞助商鼠鼠鼠，恒源祥北京奥运会赞助商牛牛牛，按照12生肖顺序从鼠鼠鼠一直轮换到猪猪猪，仿佛电视剧卡带了一样。这种对观众感官疲劳轰炸的广告方式引来巨大争议，但恒源祥官方完全不在意观众的批评，反而增加投放频次，在央视、安徽、江苏、广东等各大卫视播出。当时有媒体报道，该广告在6大卫视播出了187次，特别是2008年元宵节当天，东方卫视1天内播出了41次，最终在观众的怨声载道中停播。更离谱的是，2009年，恒源祥梅开2度，再度推出升级版12生肖贺岁广告，仍然将12生肖数了个遍，广告词改成了我属鼠，鼠鼠鼠，我属牛，牛牛牛，然后一直循环下去。不出所料，广告再次引发全网争议，观众骂声一片。但恒源祥负责人面对媒体丝毫不愧疚，反而大放厥词，说这种广告会继续做10年，做20年。如此执着于打广告找话题，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前面说的，为了维护贴牌经营模式，必须要保证品牌有流量、有价值，以此吸引加盟商缴贴牌费。另一方面，恒源祥的贴牌模式真的很赚钱。早在2005年，恒源祥就有100多个加盟工厂和5300多个加盟销售商，光靠加盟费1年获利将近2个亿。大家千万别觉得2个亿不多，哪怕是现在2个亿的盈利都能秒杀 A 股绝大部分上市公司。更何况，恒源祥的商标运营团队当时只有158人，158人创造2个亿的利润，印刷商标就像印刷钞票一样。试问，如果你是恒源祥董事长，是不是也会不顾一切地维护自己的品牌流量？
哦，对了，有必要强调一下，恒源祥之所以敢玩得如此放肆，是因为它早已不属于国企了，是个纯粹的民营企业，甚至可以说是刘瑞琦的一言堂公司。简单来说，90年代恒源祥属于上海黄浦区国资委控股的万象股份旗下的子公司，然后世茂集团就是那个做房地产的世茂，在2000年买下了黄浦区国资委的股份，成为万象股份实控人。世茂全身心发展房地产，就把恒源祥给边缘化了，刘瑞琦也跟着被降职。为了保住恒源祥，刘瑞琦决定收购恒源祥剩余股份，把它变成自己的公司。但当时刘瑞琦没那么多钱，关键时刻他想到了恒源祥的贴牌加盟商，于是他打了个电话给4个比较信任的江苏加盟商，结果加盟商老板们二话不说，开着车就把现金送到了上海。其中有个无锡的老板，就是当年第一个和恒源祥合作的藕塘镇恒村荣县有限公司的老板。因此4位加盟商老板一并成为恒源祥的股东，大股东则继续由刘瑞琦担任。他们组成利益联盟，拼命维护恒源祥的品牌价值。然而，常年摆在恒源祥这类贴牌玩家面前的矛盾是，品牌的维护力度赶不上加盟商的摧毁力度。因为贴牌的运作模式决定了产品不可能有质量保证。一个厂家花了一大笔钱买到了品牌授权，最先想到的一定是怎么尽快把钱捞回来，怎么把这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而不是维护品牌形象，保证产品质量。毕竟牌子是租来的，尽快透支才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所以大家买到的各种贴牌货，产品质量很难保证，比如一长一短的裤袜，随手一撸就会破的秋衣。在信息如此透明的今天，大家心里更是清清楚楚，知道哪些是贴牌货，尽量不去买他们的东西。这就导致贴牌商的商标不值钱了，没有贴牌的价值了，反而贴了这些牌可能会成为累赘。所以摆在4大贴牌厂商面前的，要么转型，要么想办法赚流量，提高品牌价值。以万物皆可贴的南极人为例，口碑早就臭了，人家最近就积极做转型，花大价钱请代言人打广告，对标优衣库做自营。而恒源祥如今还没有看到任何转型动作，坚持了10几年的广告也不打了，一切仿佛都停滞了。在注意力稀缺的时代，品牌过于低调就意味着容易被消费者遗忘。此次由女主播穿着引发的争论，何尝不是恒源祥的泼天富贵呢？当全国人民再次关注到恒源祥这个品牌，它就是赢家了。